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龚俊罗云熙极限开打，大男主剧总离爆款差一口气，粉丝群里火热，都以为自己家是爆剧，但外面冷冷清清。网友的话基本上可以客观概括最近剧集市场的状态。《暗河传》《水龙吟》《天地剑心》先后开播，并走出了一股缠缠绵绵的势头。这边《暗河传》在优酷站内热度破万，那边《天地剑心》就凭借着万箭穿心的名场面，让爱奇艺站内热度来到了9000。这边两部剧的猫眼热度峰值达到了9700加，转头《水龙吟》就轰轰烈烈来到了9800的阵营。只是一片热闹之下，现实更让人焦灼。3部大男主剧集齐了头部流量男演员。IP 改编剧，平台力作，愣是没跑出来一部爆款。云和灯塔上3部剧的市占率基本稳定在10%上下。社交平台上，虽然罗云熙、龚俊绑定的微博话题阅读量都达到了55亿左右，但3部剧在微博上的细分话题阅读量未有破亿者。抖音上剧集主话题播放量也基本维持在20亿上下。简言之，3部剧都未能展现头部大剧的绝对市场话语权。高开为何未能持续高走？高热度为何难以兑换高追剧活性？今年的剧集市场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爆剧最重要的指标不是数据，而是追剧市场的活人感。当观众化身野生编剧《藏海传》爆了，当网友一口一个俺生万物爆了，当全民为许妍的谎言屏住呼吸时，许我要演出圈了。大男主剧极限开大，为何总离爆款差了一口气？或许也就有了答案。大男主剧齐卷玄幻武侠，高开是必然的。大男主剧的泛化标签下，这3部具有太多的共性，如都有顶流扛剧生领衔主演，罗云熙、程毅都有爆剧在手。龚俊虽然剧粉盘稍差点，但综艺粉和路人盘也不错。再如都有大 IP 背书，《暗河传》为周慕南《少年江湖》系列第3部影视化作品，前作有《少年歌行》《少年白马醉春风》《水龙吟》改编自藤平小说《千结梅》，同作者作品改编的《莲花楼》是近年来的高口碑高热度长尾武侠爆剧。天地剑心改编自《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虽同样是大 IP， 但因为前2部之故观望者居多。从具体的故事和风格上来讲，3部剧又显著不同。乐观来形容，可以说是大男主剧终于卷出了新故事。《暗河传》讲述的是暗河大家长遇刺后，组织内部3大家族为争夺大家长位置所展开的内斗。被迫卷入纷争的苏沐雨与好友因信念相对拔剑相向，主打暗黑武侠风。水龙吟讲述的是被昔日好友构陷的唐丽慈被迫卷入江湖阴谋，而他身后的谜题和宏大的玄侠世界令人心生好奇。官方定义玄幻武侠。天地剑心是唯一以爱情线为主的，但主角的成长线也是一个寻心正道的英雄主义故事。3部剧的开篇故事也基本贴合观众的追剧习惯。水龙吟以豪府血案、星轨九星丸、不换楼浮沉的等多个连环案件吸引观众，古装探案剧的爆款率之高就很说明观众的选择。《暗河传》首播3集弃剧率仅为5%，远低于行业的15%，同样胜在强剧情快节奏，人物出场极高光，特效和动作戏酷炫上。天地剑心冷面少爷和傻白甜小蜘蛛的互动日常，没有大起大落，但胜在治愈下饭。人设上暗河传的苏沐雨出门名门，却惨遭灭门，虽身处黑暗，但心向光明。水龙吟的唐丽慈用网友的话来形容，就是武力、财富、装备、战斗力满级的顶级 king， 天下第一，但同时又病弱残血，被情和爱被虐的心肝颤。天地剑心的王权富贵从小被训练为兵人，
与外界隔绝，一心寻求武道突破，都可以称之为美强惨，也是大男主剧中最具市场号召力的存在。再加上或许是玄幻、武侠元素占比较重的缘故，3部剧首播出圈的话题都集中在了制作层面，特效的绚丽宏大，动作戏的干净利落，服化道的质感。而且虽然大家都在这块开卷，但黑暗武侠风、东方玄幻风、仙侠风还是卷出了不同方向。简单来讲，这3部剧的高开就是 buff 叠满，很难不被关注。即使并非演员粉和原著粉，也会多少打开尝尝咸淡，增加点社会交往的谈资。如何将入局的观众留下来，并吸引新观众入场，才是当下困住这几部剧更进一步的关键。高开为何难高走？粉丝市场的火热和大众市场的冷清，归根结底是观众的入场意愿不高。这3部剧差的那口气到底在哪儿？首先，影视剧努力在制作上开卷本是好事，但创作者似乎忘记了影视剧首先应该是大众的艺术，而非导演的炫技之作，过犹不及。水龙吟的问题爆发是最快的，剧集华丽的布袋戏美学和罗云熙太过明显的顾影自怜式表演，再加上一开大就全方位慢镜头的不知所谓式特写，让该剧迅速陷入到男演员自磨的争议中。罗云熙的标志性粉色眼影、红唇和水晶贴钻，再加上各种大特写镜头、夸张的服饰造型，都让观众产生了不适感。更可怕的是，这种浓妆艳抹风传染了剧中大部分男性人物造型。《暗河传》在首播后登上热搜的议题同样不算友好，画面过暗。虽然有忠实观众解读这种暗黑主要是贴合故事地下刺客组织的背景，人物同样是在暗黑中挣扎着寻求光明的设定等。制作团队也表示未来会随着剧情发展画面逐渐变亮。不过面对市场争议，导演还是紧急调整了一版。其次，类型加被极限化开发的当下，特效、动作戏狂卷，讲故事和人物塑造的能力反而沦为了其次。水龙吟前期的剧集设定是这2年市场上爆款率极高的悬疑探案，但是剧情推进全靠嘴式破案，对人物魅力加成有限，案件的奇诡推理和与大众的共鸣也明显不及此前几部爆款古装探案剧，让这部剧并未能在剧情方面实现热度突破。《暗河传》算是口碑和质感比较头部的，也吸引了一批忠实观众。不过第一主角的苏沐雨人设明显不如苏昌河的疯批和偏爱更符合大众审美偏好，再加上前期单一故事线的推进对人设加码不大，反倒是近来新副本里文戏智斗、特效封神等，才让人物魅力完全彰显。只是别忘了，这是一个观众耐心告急的时代。天地剑心王权富贵身上的看点更具有普适性一些，父子亲情的反复拉扯戳中了不少观众的泪点。经典的冷面少爷和小太阳的故事，王权富贵的引导型恋人，还是让不少人表示磕到了。从广谱意义上来讲，这部剧的入局门槛更低，不过也有网友将剧情毫无波澜刷上了热搜。此外，玄幻武侠的创作共性，如宏大绚丽的世界观架构下，人物群像的快速登场和退场，大大提升了追剧门槛。再如人物的开大名场面，特效和配乐的过度辅助，也有点强行拔高氛围的感觉等，也让这3部剧始终保持着缠绵姿态，难以跑出真正的突围者。高热度为何难以兑现高活人感？这3部剧差的还有一点追剧上的活人感，并不是说粉丝活性不足，他们可以说已经用尽了全力，长篇大论式、自来水式，甚至还有赌咒发誓式的案例都有。剧集在创作上也用尽了全力 ，CP 和名场面这2个最容易点燃当代观众追剧嗨点的元素，
在这3部剧中浓度都很高。如《水龙吟》已经完全成为了乱炖池，内娱有自己的 CP 主理人。《水龙吟》主打让每个 CP 粉都吃上饭，目前网友讨论度较高的有胡兔 CP、狐朋狗友 CP、恨海晴天 CP 等。《暗河传》也试图通过前几集就展开苏沐雨和苏昌河之间的羁绊，以强人物关系吸引观众。作为唯一一部以情感线为主的剧，《天地剑心》也的确凭借着万箭穿心等名场面实现了站内热度攀升。对此市场的反馈是热烈的，但也是两极的。《暗河传》播出至今，一些人在直男写的兄弟情就是没轻没重，中磕生磕死；一些人则认为创作者过于着急，甚至有着对捷径的依赖。水龙吟虽然粉丝产出量和互动热情奇高，但观众入局的门槛也在增高。而当人物塑造和叙事精彩度不够时，也就只剩下 CP 狂欢。而剧集在强情节、快节奏的开篇后，主要依赖名场面实现热度突破，不仅意味着新观众入场率较低，也意味着仅在平台维度的爆剧认证就出现了延缓。试图借助口碑出圈的路径也就被迫中断。至于能否解锁长尾效应，则要剧集完全播出后才知分晓。莲花楼的路径也是非常经典的，只能说观众是喜欢磕 CP， 但强塞的也咽不下去。群像之精彩，名场面之经典，常被我们用来解构一部剧成功的原因，但绝不局限于此。人物没立住，故事不够精彩，这些都只能沦为其次。当然，3部剧的火拼也有出圈梗，如《暗河传》苏沐雨的3部接梗，被牛马人玩成了职场新梗。只是这3位男主角都非鲜衣怒马的少年郎，他们虽有内伤，但内核稳定，故事讲的也是身处高位者的成长与蜕变。多少让牛马打工人少了一份对人物命运的强共情能力，这也是今年影视剧综爆款的最大共性。再如《天地剑心》的我儿曹植，集中爆发于剧中王权富贵被万箭穿心后觉醒，释放纯质扬言大招的片段。我儿曹植其实是沃儿曹植的谐音梗。截至目前，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2000万。倒是提供了一个特效升级的全新出圈思路。毕竟这波绚丽的武侠剧特效升级，如《暗河传》中被称为院线电影质感的高燃特效场面万树飞花等，《水龙吟》中融合了大量古典美学和典故的设定，却未曾大面积在短视频上大面积发酵，也是剧集首播热度未能为继，吸引新观众入场的原因之一。只能说都不是烂剧，但当下的局面谁也不冤。而随着《山河枕》等新剧加入混战，也将进一步挤压场外观众入场的热情，留给他们的时间着实不多了。